蒸蒸日上的原神和涅槃重生的幻塔，新人更适合哪一款呢？老玩家又该如何做取舍呢？哟，我是安仔啊。那么最近幻塔 2.0 版本也是终于更新了，经常在网上冲浪的朋友们应该也得知了，幻塔不仅送出超多的福利吸引新玩家，也更新了新地区、新主城。虽然很不想承认但这个赛博朋克风的主城确实是国产赛博朋克手游的巅峰。虽然幻塔并不是1:1的对标原神玩家，但这次幻塔的更新也的确是让原神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前排提醒本期视频是站在客观的角度上分析原神和幻塔的优点和缺点，而我本身也是一个原神的老玩家，刚公测的那天就开始玩了，不能说是什么大神玩家吧，但也确实在原神上投入了不少的时间和成本。幻塔虽然玩的时间不多，但我也是在 2.0 版本尽可能的去熟悉了。在视频正式开始前呢，你们可以把最喜欢的游戏打在公屏上哦，让我看看原神和幻塔到底谁更胜一筹啊！等下，弹幕那些刷诺亚之心的是什么鬼啊？给我拖出去斩了！人靠衣装，马靠鞍，美术风格对人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就跟一见钟情一样啊。美术风格是指游戏形成了一种整体视觉感受，在玩家眼里形成了一种视觉风格。先从原神开始说起吧，原神的美术风格是偏向于典型的魔幻异世界动漫，诸如《刀剑神域》、《七大罪》、R10这种画风。就拿怪物方面的画风来说，和我前面说的一样，就是典型的异世界怪物造型，史莱姆、丘丘人等等的造型，都是灌输着魔幻异世界风的路线。西卡西，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原神在每个地区都融入了现实不同国家的传统建筑以及当地传统的元素，例如西欧风格的蒙德、中国风的璃月、日本风的稻妻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并且当地产出的角色也会根据地区的不同而穿上不同风格的传统服饰，就类似诞生于璃月的角色中的钟离、克勤等等，他们的服装特色都是具备唐宋和明清的中国传统服装。最具有明朝特色的应该就是七七的僵尸服装了，还有兄弟们喜欢的各种旗袍。关于原神的服装特色，这里就不多说了，在 B 站有挺多 UP 主就是专门做角色闪屏的，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但不管是什么服装、什么角色，基本上角色不是每个角色都会带有攻速腿环，属实是企业文化了哈，连男性角色都没放过。不同于原神，幻塔则是末日科幻风。为什么是末日的科幻风呢？如果经常玩游戏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诸如战霜、尼尔等等都是这种类似的风格。末日科幻风的意思就是说，建立在科幻背景下的末日风格。我是在说废话吗？总的来说，相比于原神的美术风格，其实幻塔的画风是比较偏暗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幻塔的初始地区是做的比较失败的，因为根据世界观来说，玩家所在的这个星球是被人殖民了。虽然游戏中的草原确实渲染成了荒野的感觉，但滤镜对于这个世界观来说还是过于明亮了，以至于我前期在这个地区的时候都会开启游戏自带的末日滤镜，否则就太容易出戏了。这里我给你们放一组对比视频吧，喜欢左边的可以发个左边，喜欢右边的也可以发个右边哦，这里就看你们的个人喜好吧。我是比较推荐开末日滤镜的，但这些所谓的出戏问题，在幻塔 2.0 版本更新之后却得到了真正的解决，因为幻塔在原本的末日荒野科幻风，真正的变成了末日科幻风，一片恶劣环境下的废土，上面居然立着一个赛博朋克风的主城。是的，赛博朋克风这种科幻至上的主城，外面竟然还存在着一个荒芜的废土，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废土还可以和赛博朋克扯到一块去，这确实是很戳我了。应该很多人都是冲着这个新主城来的吧，这满满的赛博朋克风。说真的，在经历过2020年到现在为止超多的国产赛博朋克游戏的轰炸下，幻塔这次的新地图竟然是最对玩家胃口的，除了赛博世界才拥有的悬浮车，竟然还有中国风的赛博朋克建筑，属实是很戳玩家的审美了。幻塔在怪物方面呢，既然是科幻风，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基本上都是外星人的造型啊。但可惜的是，幻塔的角色设计就没有原神那么有特色了，因为幻塔玩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操控主角，所以硬要说角色设计，可能幻塔大部分经费都花在了主角身上吧。和原神不同啊，原神是在每个角色的身上下功夫，幻塔则是在捏脸上。没错啊，幻塔是有捏脸的，而且作为国产手游来说，这捏脸系统还是有它的一席之位的。只要你的技术够高超，各种动漫的角色都是可以捏出来的，你甚至可以在幻塔里玩克勤。
第二部分就是原神和幻塔的玩法了，毕竟咱们实打实的玩的是游戏，既然是游戏，那我们玩家最应该注重的是游戏本身的玩法。这里要注意啊，原神和幻塔最本质的不同就是玩法。原神玩起来更像是一个单机剧情的日式 RPG， 每一个玩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世界，存档是自己一个人独享的。这一整个世界的时间，玩家甚至都可以自己手动调呀。想要联机的话，是要邀请别人来你的世界才能联机的，最多联机人数也仅仅是4人而已，有单机内位了吧？幻塔则更像是一个 MMORPG 的网游，游戏区服世界是玩家共享的，玩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既然是 MMORPG， 所以载具和各种道具什么的都是有的，生怕玩家会腻啊！你可以开飞机、玩滑板、开摩托车，这幻塔也是把能缝的都给缝合进去了。但就算再多的小游戏，也只是一个本体游戏里的添头罢了。原神和幻塔之所以能成为竞品，正是因为他们俩都是大世界的动作手游。既然是动作游戏，那他们的打击感和手感又如何呢？之前就很多人在说原神的打击感非常的差，怎么说呢？原神如果是主机玩家来玩的话，和其他2次元动作游戏对比，打击感确实是差强人意。但如果是手游玩家，在2次元手游这个领域，原神是已经能排得上位了。但是幻塔的打击感真的是，我不想说了，如果不是敌人的血量在扣，我真的不知道有没有打中啊。攻击上的正反馈基本上属于没有，实在要硬夸的话，这把镰刀的手感的确是比其他武器好上不少，但也只是跟这款游戏的其他武器比较稍微好那么一点而已。你作为一款主打动作的对战手游，你就不能好好的重视一下攻击的反馈吗？太难受了。原神采用的是元素搭配，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元素，分别是火、水、风、雷、草、冰、炎。这7种属性除了有各自的克制组合以外，还存在着元素搭配。举个例子啊，水加冰就是冻结，可以使目标结冰；水加雷就是感电嘛，也就是触电。风元素是比较另类的，它可以和水、火、冰、雷4种属性触发扩散反应，也就是龙卷风加上火就变成火卷风了。以此类推啊，每种阵容搭配都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一味的使用高强度角色是并不能达到最高伤害的。到了幻塔的玩法呢，幻塔则是可以使用3把不同的武器，虽然每把武器都有着不同的属性，但应用上是非常单一的。虽然打怪之间也存在着属性的克制与被克，但并不会像原神那样有着各式各样的元素搭配啊。不过有意思的是，幻塔在这基础上另外加入了一个元气系统，比如喷气背包的飞行、喷气滑板的水上滑行等等等等。但说实话，好得它有喷气背包，因为幻塔的爬墙真的一言难尽啊！不仅时不时会触发 bug， 而且真的感觉手感很差。相比于原神的爬墙，幻塔真的没有用心去做啊。那前面也说到幻塔的世界是公共频道来着，所以玩家是可以在主世界相遇的，一起逛街啊，一起打 boss 啊，有时候一些世界 boss 甚至都需要几10个玩家一起讨伐，这里就见仁见智吧。反正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社交 RPG， 因为一个人玩起来起码不会感觉到太孤独啊。有时候原神玩久了，除了玩家自己一个人以外，都是各类的 NPC， 难免是会有点孤独的。但毕竟原神的定位是单机剧情的 RPG 嘛，代入感是挺重要的。说到剧情，这里我就不得不夸一下原神的剧情了。虽然原神的定位是一款全年龄向的作品，但是它的 CG 和剧情做的真的挺好的。我就不剧透了吧。这里我就稍微说一下关于这个剧情的设计吧。原神的全部剧情，不仅是主线也好，支线也罢，通通没有跳过键。从这里就能看出来，原神对自己的剧情还是很有信心的。最重要的是，每个角色都会在剧情里表现出自己的性格与特点，剧情对角色的刻画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的。要知道原神在2021年的流水可是有300亿啊，那你说嘛，为什么原神的玩家会费那么多的 W 去抽卡呢？因为爱呀，剧情勾起玩家对角色的爱，这是为爱氪金啊。就比如克勤是我老婆，总不可能不抽嘛。我确实抽不到，当年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眼前，我却不懂得珍惜。你敢把克勤的词子再放出来一遍吗？你敢吗你？但说到幻塔的剧情就
哪里开始讲好呢？啊，真的不想说啊。主角的戏份，也就是玩家本身，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日式 RPG 的主角工具人，完全就没有自己的感情的嘛。帮那个人擦屁股，帮这个人擦屁股，他连自己要干嘛他自己都不清楚啊，就连看板娘的人设都没做好，前期疯狂搞事，主角就负责跟在他后面擦屁股啊。我知道，虽然在 2.0 版本新地区的剧情着实比初始地区的剧情好上了不少，但是你总不可能放弃新手玩家吧？新手玩家来玩也总不可能一直跳过剧情吧？啊，是的，这款游戏的剧情是可以跳过的，但它怎么说也是半个 RPG 剧情游戏吧？主线剧情占了中前期的80%的内容，但它的剧情又不好看，甚至看了还有点气人。这设计师是不是前后矛盾啊？不过说优点也不是没有啊。其实画塔这种表现剧情的手法我是比较喜欢的。怎么说呢？因为画塔虽然也可以使用拟态变成其他 NPC 的形象，而且拟态也是没有任何的加成的，所以这里我相信大部分玩家用的都是自己玩家的形象，这也导致于我每次做剧情任务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有代入感的。但反观原神，虽然剧情、画面、音乐在2次元手游领域都是顶级的，但真的很容易出戏啊。就拿我的阵容举个例子吧，像我这个阶段主角的出场率已经是非常之低了，但每次做任务的时候都会切换为主角的形象，所以这导致于我后期做任务的时候会非常的出戏的认为主角是精灵训练家或者是召唤师，阵容里的那4个人反而是他的精灵。说到福利，原神在2020年开测以来，就不断的有新手游蹭它的热度，但最后都销声灭迹了。最后唯一能打的居然是幻塔。那你们感觉这次幻塔的2.0版本有威胁到原神的地位吗？答案是肯定的，确实有一小部分的原神玩家跑去了玩幻塔，但即使是这样，都甚至不配让原神出一个5星自选。原神我是从刚开服就开始玩了，它真的是那种很少见的比较良心的手游，氪有氪的玩法，肝有肝的玩法，互不打扰，你甚至当做一个单机来玩也是完全可行的。但幻塔相比于原神，作为一个后来者，这次的2.0版本也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他为了干翻原神，甚至拿出了非常多的福利，什么 SSR 自选礼盒这些又给搬出来了。但单靠福利还是不行的，做好自己本身的玩法和剧情，然后好好的运营，不久的将来，我相信一定可以撼动原神一家独大的地位。想去玩幻塔的，也不用担心幻塔会跑路啊。就这次幻塔更新的态度来说，应该是不会随意的圈钱跑路的。那喜欢玩原神的就继续玩下去吧。原神2年下来了，剧情依旧很棒，玩法也已经很完善了。但如果你们双方都想尝试对方的游戏，我是非常推荐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原神和幻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品，所以玩起来是肯定会让你得到不一样的体验的。好了，不知不觉也讲了那么多了，新人应该也知道自己该去玩哪款游戏了吧？欢迎把你决定好了选择打在公屏上哦，说不定会有大佬带你呢。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本期视频有什么遗漏的或者讲错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上纠正哦。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了拜。